各位健康之道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志林。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银行内部都在密切关注的敏感话题，3种极易触发监管警报的汇款操作。在开始之前，请记得订阅健康之道频道，您的订阅是我们持续挖掘深度资讯的最大动力。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曾经遇到过哪些资金往来的疑问。现在的金融监管已经完全进入数字化时代，银行的风控系统就像一张全天候运作的智能监测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银行内部对于异常资金流动的警报标准已经细化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尤其是过年期间，亲戚朋友间的资金往来频繁，如果操作方式不当，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就被系统标记为可疑交易。一旦进入调查流程，不仅要花费大量时间解释，更可能面临税务稽查与高额罚款。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这3类高风险汇款行为。第一重危险操作就是分散式拆单汇款。很多人以为只要把一笔大额资金拆成好几笔小额，分几天，分不同账户转出去，就能避开监管视线。但银行系统的算法恰恰专门针对这种模式进行捕捉。比如你想转200万给子女，刻意拆成8笔25万，在不同银行网点操作，风控系统会通过身份识别、IP 地址、设备、指纹等多重维度，自动关联这些分散交易。当系统发现同一个汇款人在短时间内向同一接收方进行多笔接近申报门槛的汇款，就会立即触发结构拆分交易警报。银行依法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向调查局报送这类可疑交易报告。一旦税务单位介入，这些被拆分的汇款会被重新加总计算。如果超过年度赠与免税额，不仅要补税，还会因为刻意规避监管的行为被认定为恶意逃税，罚款可能高达税款的3倍。更麻烦的是，这种记录会进入金融联合征信系统，影响未来所有的信贷业务。第二种极度危险的行为是跨代直接代付，这是很多父母最容易踩的雷区。比如子女要买房，父母直接将自己账户里的钱转给开发商或卖家，心想反正不经过子女账户，应该不算赠与。但在法律上，这种操作叫做实质受益判定。国税局与地政系统、银行系统早已实现数据联网，当系统检测到一名年轻购房者的资金流水与收入水平明显不匹配时，会自动触发资金来源调查。税务人员会调取购房款的流转路径，如果发现款项直接来自父母账户，就会认定为视同赠与。这时候父母必须拿出证据证明这是借贷关系，否则就必须在30天内申报赠与税。很多人等到收到税单才恍然大悟，但已经过了申报期，除了要补缴税款，还要加计滞纳金和罚款。曾经有个案例，一位父亲直接帮儿子付了1800万房款，因为不知道要申报，后来被连补带罚了超过300万。这就是典型的爱心变成税单的悲剧。第3种隐蔽的风险是家庭账户混用汇款。不少长辈觉得家人的账户就是自己的账户，把自己的退休金、投资款暂时存在子女户头里，或者让子女帮忙转账给第三方。这种操作在法律上会产生所有权混淆问题。当你的资金从自己账户转移到子女账户时，在没有签订正式借贷或信托合同的情况下，税务机关默认这就是赠与行为。即便你只是放几天，但只要超过年度免税额，税务风险就已经产生。更棘手的是后续问题，当你需要拿回这笔钱时，子女从自己账户把钱转回给你，如果金额较大，系统可能再次判定这是子女对你的赠与，导致同一笔资金被重复课税的可能性。如果子女遇到婚姻纠纷、债务问题，这笔在他们名下的资金很可能被法院判定为子女的资产而被冻结或强制执行。到时你想证明钱只是暂时放那里，将会非常困难。银行内部数据显示，这类家庭内部混用账户引发的税务争议和财产纠纷每年增长超过2成。面对这么严密的监控网络，难道我们就不能合法合规地安排家庭资金了吗？当然不是。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只要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完全可以在安全范围内完成资金规划。首先要善用双清额度叠加规则。赠与税的244万免税额是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父亲有244万额度，母亲也有244万额度。如果夫妻共同资助一个孩子，
每年可以有488万的免税转账空间。操作关键是要做到账户对应清晰，父亲的资金从父亲账户转出，母亲的从母亲账户转出，在汇款备注栏清楚写上家庭资助，保留完整的转账记录。银行系统看到这样规范的汇款，反而会视为正常家庭资金往来。第二个合法技巧是跨年度时间规划，由于免税额是按日历年度计算，巧妙安排转账时间点，可以大幅提高资金流转效率。比如今年12月28日，父亲转244万到子女账户，明年1月3日，母亲再转244万，紧接着1月5日，父亲又可以启动新年度的244万额度。这样在短短1周多的时间里，实际上可以合法转移732万元。对于需要短期筹集购房款的家庭来说，这是完全合规的时间换空间策略。银行内部培训时特别强调，这种跨年度操作只要不在同一天进行，系统会自动识别为2个年度的交易，不会触发异常警报。第三个很多人忽略的合法工具是婚嫁专项额度。根据税法规定，子女在结婚前后6个月内，每位父母除了原有的244万年度免税额，还可以额外赠予100万元的婚嫁礼金。也就是说，在子女结婚的年度，父亲可以给344万，母亲也可以给344万，夫妻合计688万全部免税。银行系统在监测到这类汇款时，如果汇款备注注明婚嫁礼金，且汇款时间在结婚登记日期前后半年内，通常会归类为正常人情往来，但务必保存好结婚证明文件。税务机关有权利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确实是借贷关系，一定要完善法律手续。银行风控主管私下透露，他们最常看到的争议案例就是口头借贷。一张规范的借据必须写明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期限、还款方式，最好还有第三方见证。最关键的是要有真实还款行为。如果子女每月固定从自己账户转账利息给父母账户，银行流水会自然形成借贷关系的证据链。相反，如果只有一张借据，但3年没有任何资金回流记录，税务机关几乎100%会认定为赠与。银行系统现在甚至能自动分析账户间的资金往来频率和模式，长期单向大额流动而不见回流，系统评分会持续升高风险等级。现代金融监管的追溯能力远超一般人想象。根据银行内部数据，税务案件的追溯期最长可达7年，也就是说，你今天的一笔问题汇款，可能3年后才因为系统交叉比对而被发现。届时不仅要补缴税款，还要加上这几年累计算的利息，以及可能高达税款3倍的罚款。更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现在采用的 AI 系统具备关联图谱分析能力。比如，你同时资助2个子女买房，虽然分开看每笔都没超过免税额，但系统会自动关联你的身份，将你名下流出的所有大额资金加总计算。曾经有位客户分别给3个孩子各转200万，以为每人都在免税额内，结果系统加总600万后自动扣减免税额，要求补缴差额税款。这就是吃了不懂系统算法的亏。实际操作中，银行柜员对汇款用途的询问不是刁难，而是法律要求的尽职调查。当柜员问你这笔钱的用途是什么时，最佳回答是清晰说明家庭生活资助、子女教育费用或购房首付款等真实用途。模糊回答如暂时用，没什么特别用途，反而会引起系统警觉。如果是100万以上的汇款，建议提前与银行客户经理报备，提供相关证明文件，让银行端提前做好合规备案。银行内部其实很愿意协助客户完成合规操作，因为如果客户被查处，银行也可能因尽职调查不足而受罚。对于高资产家庭，还可以考虑结合保险和信托等工具进行长期规划，比如通过保单设计实现资产移转，或者设立信托账户管理家庭资金。但这些方案需要专业人士量身定制，银行内部通常会有合作的法律顾问团队可以提供咨询。重点是要提前规划，不要等到急需用钱时才仓促操作。银行风控部门最常看到的违规案例，80%以上都是因为时间紧迫而采取的极端操作。说到底，资金安全不仅仅是防盗防骗，更是要防范合规风险。每一笔汇款都应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春节前后尤其要注意，
突然的大额资金波动本来就容易引起系统关注，如果再加上不规范的操作方式，等于是自己往监管枪口上撞。银行内部流传一句话：合规的汇款千篇一律，违规的操作各有各的不幸。真正疼爱子女，就应该让每一份资助都摆在阳光下，用合法的方式给予，这样子女用起来也心安理得，不用担心某天突然接到税单。如果您对资金规划还有更多疑问，或者曾经遇到过相关困扰，非常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每一条留言我都会认真阅读。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请务必确认已经订阅健康之道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接收通知。我们正在筹备一系列家庭财务规划的深度内容，包括遗产税如何节税、退休金如何传承等实际话题，订阅后才不会错过。记住，在这个数字金融时代，最好的风险防控就是提前了解规则。银行系统的算法不会因为你不懂法而网开一面，税务单位的罚款也不会因为你的无心之过而减少分毫。保护家庭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在专业框架内做好规划，让我们的爱心传递，不会因为操作失误而变成家庭负担。新的一年，祝愿每位观众都能财富稳健，家庭美满。我是蔡志霖，在健康之道频道，我们关注的不仅是财务健康，更是家庭整体的安全与幸福。如果您身边有亲友正在为家庭资金转移而烦恼，请把这段内容分享给他们，可能就帮他们避免了一场财务危机。最后郑重提醒，所有财务操作请以最新法律法规为准，重大决策前一定要咨询专业会计师或律师。祝愿大家都能在合规安心的前提下，实现家庭财富的顺利传承。我们下期再见，订阅健康之道，让您的财务规划走在安全的道路上。期待与您继续探讨更多关乎家庭福祉的深度话题。